英国航太全球战斗系统部门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上个世纪末研发的武器会成为俄乌战场上的一大杀器。根据相关媒体报道，2022年5月13日周五早上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莱里·扎鲁兹尼生表示，我们的炮兵向提供 M777 榴弹炮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人民致以特别的问候和感谢。2022年5月前后，乌克兰炮兵损失惨重，急需要新型火炮的支援。就在这时，美国和澳大利亚向乌克兰运送了一批 M777 榴弹炮，这也是北约首次援助乌军的重型装备。在经过简单的培训之后，5月11日，乌军就操作 M777 榴弹炮首弹告捷。当时是在哈尔科夫附近的19亩地区，乌军使用 M777 榴弹炮发射 M549A1 RAP 火箭增程弹，成功摧毁一辆30公里外的俄军 2S3 型152毫米自行榴弹炮。这个画面被乌军无人机记录了下来。2023年3月23号，乌特种作战部队发布了在顿涅斯克州摧毁俄军动物园 M 反炮兵雷达的镜头，这已经是开战之后的第6辆了。重要的是，这些战绩都是 M777 榴弹炮火炮打出来的。截至到2023年6月，从乌军以往发布的作战数据来看，如果要给援乌火炮做一个实战排名的话，那么第1名一定会在 M777 榴弹炮和海马斯之间产生。正是因为 M777 榴弹炮在战场上亮眼的表现，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表示，有多个国家有兴趣购买正在逐步减产的 M777 榴弹炮。目前正与负责该武器项目的美国陆军就重新开始生产进行谈判。其实，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，外界许多人认为 M777 榴弹炮已经不能在现代数字化战场中发挥其原有的威力了。那么，它为什么又生出了第二春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强者永远都是强者。M777 榴弹炮诞生于美苏冷战，一提到这个时期，很多人马上就会意识到，这玩意儿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科技含量，但是绝对可以盲猜，它肯定不简单。20世纪80年代，欧洲各国军队在应对苏联红军时，基本上都是等待美军的增援。在增援到来之前，各国就需要牵引式火炮来应对苏联红军。但在当时，牵引式火炮在北约整个军工体系中的优先级很低。就拿美国来说，20世纪60年代研发了新一代自行火炮 M109帕拉丁。80年代的时候，美国又研制了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。这2款火炮的出现，虽然让美陆军的作战力量直线上升，但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难题。因为不管是 M109帕拉丁还是十字军战士的重量都超过了20吨，属于重型自行火炮的范畴。对于需要轻装上阵的部队来说，完全属于累赘。即便是美国后来研发的 M198牵引式榴弹炮，也重达7吨。在运输上，只能用重型直升机或者战术运输机运输，这就导致在部署上，火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。为了达到24小时投射全球这一目标，美国尝试着推动火炮朝合成化和轻量化方向发展。合成化是在火炮体积缩小之后，仍然能发挥原有的威力，增加射程距离，呈集群式作战。轻量化就是能被快速部署到全球任意战场当中。实现这2个因素，首先射程就要超过30公里，火炮自身重量要低于4吨。这2个要求成为了美国军工业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。1990年，美国宣布该火炮的竞标计划。虽然这个计划的主导者是美国，但最终却是由英国设计和生产。英国维克斯造船与工程有限公司为了给火炮减重，将目光放在了钛合金上。当时这种材料在航空航天界已经广泛使用了，但是传统工业还没有开始采用。如果火炮能采用这种材料，那么美国要求的轻量化将成为现实。为此，维克斯公司耗费了近7年的时间研究这款火炮，一直到1997年，美国才宣布维克斯公司中标，并为其命名为 XM777 榴弹炮火炮。2002年11月，美国陆军与该公司签署了初始生产合同，授权其生产94门 XM777 榴弹炮火炮。该火炮在伊拉克战争中进行了实战测试，得到士兵们的一致认可之后，2003年11月，美国宣布了 XM777 榴弹炮项目研发正式定型，同时去掉了代表着试验的 X。从2004年开始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快速反应部队陆续列装 M777 榴弹炮。
M777 榴弹炮全称 M777 超轻型榴155毫米牵引式弹炮，该炮采用了 H 型炮架、低耳轴、曲线后座，并大规模采用钛和铝合金材料，战斗权重 3.9 吨，为常规155毫米火炮重量的一半，是世界上最轻的155毫米榴弹炮。低重量直接赋予了其高机动性。所有 2.5 吨级的卡车，包括大部分美制军用皮卡、悍马，都能轻易地牵引 M777 榴弹炮。危急时刻，甚至连家用越野车也能拉上它快速转移。除了可以使用轻型车辆轻松转运之外， M777 榴弹炮还可以通过直升机进行空中运输，比如 CH-47、CH-53 两款重型运输直升机。MV-22 鱼鹰轻转旋翼机也可以直接调运火炮进行远距离机动，甚至就连 UH-60 黑鹰直升机也可以调运，同时还可由 C-130 运输机进行空投。所以 M777 榴弹炮可以不受地面道路的影响而进行快速部署。其次， M777 榴弹炮采用了目前国际上主流的155毫米口径、39倍口径的炮管，弹道性能和射程与 M198式榴弹炮相当。火炮密集射击时，射速为每分钟5发；连续射击时，每分钟2发。发射普通榴弹的最大射程可达 24.7 公里，发射火箭增程弹的最大射程达30公里。改进型 M777A1 榴弹炮可在脱离牵引车后的4分钟内发射第一发炮弹，在25公里射程上的原概率误差为50米，而且无需试射。M777A2 榴弹炮系统配装有升级软件，能够编程并发射 M982神箭制导炮弹。神箭炮弹使 M777 榴弹炮 A2 榴弹炮的射程更是达到了40公里的超远距离，射击精度达到10米以内，相当于从一个中大型城市的最东头精准命中最西头大小为10米的目标，而且全程只靠惯性飞行。最重要的是 ，M777 榴弹炮的操作简单，反应迅速，可以在最具有挑战性的战场环境中快速进入到发射状态。M777 榴弹炮炮兵编制是9个人，但是只要5个人就可以在2分钟内完成射击准备，其他的4个人完全就是替补。M777 榴弹炮具有停了就能打，打了就能跑的超强机动性，这些优点得益于它低轮廓、高生存力以及快速部署和易装载的特质。M777 榴弹炮的出现无疑是给常规火炮带来了一次革命，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，成为了超轻型大口径榴弹炮的代名词。截至目前， M777 榴弹炮已经出口到了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印度等国家，并且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。既经历了战争的考验，又赢得了上好的口碑。可以看出，在自行火炮流行的当下，超轻型牵引火炮仍然具备其独特的优势。对比自行火炮， M777 榴弹炮拥有全天时、全天候快速部署和数字化操作、精确制导、超长毁伤能力，这些特点都会是未来火炮的发展趋势。另外，在火控系统上， M777 榴弹炮也跟上了时代的发展。一开始，它只是搭载了基本的光学瞄准镜，后来进行了优化升级，就是 M777A1 榴弹炮版本。M777A1 榴弹炮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、横风测量仪、火炮计算机等数字化火控设备。数字化火控设备的安装大大提升了 M777 榴弹炮的作战能力，定位精度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在 GPS 定位系统普及之前，火炮要想精准打击目标，只能依赖传统的图上作业的方法。这种方式耗费时间很长，而且一旦转移地点，就需要根据地形重新计算一遍数据。但是在配备了 GPS 之后， M777 榴弹炮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就能掌握高精度的坐标信息，然后配合火控计算机计算出精准的射击路线，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。如此一来，牵引式火炮本来极低的生存能力就得到了改善，让对方很难进行精确瞄准。在系统反应速度上， M777A1 榴弹炮也配置了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，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量出系统本身的运动状态。惯性导航系统令 M777 榴弹炮具备了一个独特能力，那就是在作战的时候，可以从一个高精度坐标位置的阵地出发，快速转移到另一个新的高精度阵地，大大降低了射击准备时间。
因为这套系统完全依赖于内置的传感器，所以抗干扰能力非常高。在巴士拉战争中，美国利用8门 M777 榴弹炮对目标进行攻击后，在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支援请求后，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，8门榴弹炮就能完成从准备到开火的一系列准备。随后进行了3轮攻击，并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快速撤离，迅速转移到3公里以外的新阵地。这就是 M777 榴弹炮在实战中的出彩表现。从 M777 榴弹炮投产至今，各方面的性能也在不断优化，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中，该榴弹炮同样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美国一开始援助 M777 榴弹炮的时候，就在国际上进行了很多宣传，由此很多人一度认为 M777 榴弹炮会成为扭转战争局势的关键武器装备。乌军确实也充分发挥了该火炮的轻量化优势，采用快打快撤的战术。展开来说，乌军先是将火炮藏于炮兵掩体内，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提前测量，在需要开火的时候，用卡车将火炮拖出掩体，利用预先勘测的路线，驶入最佳的射击阵地，快速架设火炮，对目标进行猛烈攻击，然后再迅速撤离返回掩体。这种战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火炮的暴露时间，让对方很难精准把握火炮的具体路线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克兰战场上，乌军炮兵除了使用数字化火控系统之外，还将 M777 榴弹炮与星链等现代化信息设备相连接，构建了一个信息化的炮兵作战体系，使乌军可以集中火力对同一个目标发起猛攻。可以说，将 M777 榴弹炮的优点通通发挥到了极致。总体来说，以目前战场上的表现来看， M777 世界第一炮的称呼绝对是名副其实，怪不得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会将这个逐年减产的老炮重新量产。也有消息称，乌克兰已经向英国申请了自行生产 M777 榴弹炮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期待世界第一炮在战场上的表现吧。